小仙女竟敢当面质问天帝，问他知不知道什么是爱情。天帝还要看人眼色，给人当舔狗。我气得当场砸了电视，却没想到竟然穿进剧里，成了高高在上的天帝。小仙女还在喋喋不休：好好好，这些恋爱脑能活一个算我输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在睁眼，我成了诸天万界共尊的天帝。四周的装修风格很奇怪，到处都是白的，衣服也是如此，一股子丧葬风。我不禁感慨一句，真是世道变了。以前的神仙和妖魔个性分明，现在都靠衣服和妆容区分。大殿下方站着一男一女，女的叫白云，本体是一朵云彩；男的叫陆岩，只是凡间的一个穷书生。此时，白云正一脸愠怒地看着我：陛下，你知道什么是爱吗？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你忍心拆散我们吗？我们的确违反了天条，可是天条就能阻止爱情吗？他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像有罪的样子，仿佛我才是那个犯天条的人。陆岩躲在白云身后，眼中带着得意之色。在他看来，这么多神仙触犯天条都没事，这次也只是走个过场罢了。我眯了眯眼，真当自己还是那个优柔寡断的天帝。我强压着怒意道：给你们一个机会，各回个家，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。陆岩皱了皱眉，说道：陛下，神仙和妖魔相爱的都不在少数，我们不过是仙凡结合，你又何必为难我们两个？我看向陆岩，发现他没有一点读书人的气质，也不知道怎么勾搭到仙女的。以前饰演书生的演员往那儿一站，气质就摆在那儿，一看就知道这是个读书人。如今真是一代不如一代。我暗暗叹了口气。见我不说话，白云倔强道：我跟严哥哥是真心相爱的，谁也不能阻止我们在一起。况且你自己不也喜欢瑶池圣女吗？你若是拆散我们，圣女会怎么看？他最后这句话简直杀人诛心。仙偶剧里的天帝很难有好下场，甚至很多都是反派，这些我都忍了。最让我无法接受的是，堂堂天帝竟然跟别的男人争风吃醋，心甘情愿给什么圣女当舔狗。听到如此逆天发言，在场的神仙都没什么反应，大家都习惯了。这种事发生过很多次，天条如同废纸，谈恋爱才是大势所趋。即便是天帝，也不能和大势作对。更何况天帝自己也在单方面谈恋爱。陆岩拍拍白云的肩膀，反过来安慰道：放心吧，天帝一定会理解我们的。我白了他一眼，我可能不懂女人，但我还能不懂男人吗？不过是贪图美色，装什么痴情？下界！白云娇哼一声，嘟嘴道：让我们在一起便罢了，若是不让，我们大不了反了。话音未落，我的身上瞬间散发出一缕天威，白云被震得连连后退，五脏六腑震荡不已。云儿！陆岩慌忙扶住白云，我缓缓起身，一步踏出，身上的威压翻了数倍。白云和陆岩都被压得无法动弹，只感觉全身的骨头都要裂开了。陆岩咬牙道：天帝，云儿只是一时失言罢了，你堂堂天帝，难道想以大欺小吗？白云抹了抹嘴角的血迹，冷笑道：没事，瑶池圣女已经收我做义女，她不敢动我。在场一些神仙暗自后悔，刚才没有站出来说两句好话，耽误了结交瑶池圣女的机会。陆岩勾了勾唇道：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能再隐瞒了，我乃是应龙仙尊在凡间的私生子，我若是出了什么事，我父亲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神仙阴劫下凡，身体是凡人，生的自然也是凡人。陆岩二人仍然属于仙凡结合，剧里都没有交代这个背景，只能说应龙仙尊藏得够深。我下意识收回了威压。白云和陆岩相视一眼，脸上都露出胜利的微笑，这是笃定我不敢杀他们。我无奈叹了口气，好吧，既然你们坚持要在一起，又有如此背景，那我也只能如此了。白云和陆岩互相搀扶着起身，他们可能以为我同意他们在一起了。在场的一些神仙赶紧上去巴结，白云一一拱手回应。就在这时，我在虚空中一握，轰隆一声，万道雷霆降落，
一座仙台应声而现，所有人大惊失色。那仙台散发着浓浓的凶光，上面镌刻着无数天条，天地法则交织形成锁链，仅仅一瞥便让人不寒而栗。斩妖台，众仙神大惊，这是斩杀妖魔的东西，而且是神魂俱灭的那种。一名仙官问：“陛下何故唤出斩妖台？”据微臣所知，今日并无问斩的妖魔。我看向陆岩和白云，问道：“你们是自己上去，还是我送你们上去？”陆岩干笑两声，这玩笑可开不得。白云双手叉腰，气鼓鼓地道：“你刚才要杀我还说得过去，我现在可是圣女的干女儿，你还敢杀我吗？”我想，他一定觉得自己很可爱吧，把无知当天真，把口出狂言当率真。活了几百几千年的女人，还不如7、8岁的小女孩稳重。我指着她头上的一种发饰问道：“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”白云愣了愣，不明白我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，摇头道：“我哪知道这是什么？”我呵呵一笑，脸上尽是嘲讽。现代人不认识没关系，仙女本身不认识就过分了。这东西叫做步摇，是用来端正仪态的。人行走的时候，晃动的幅度不能太大，不然就不好看了。以前的大家闺秀，即便再骄横跋扈，也保持着基本素质。你可以说她坏，但你不能说她丑，更不能说她不端庄。可是现在，很多号称自己是大家闺秀的姑娘，走起路来又蹦又跳，步摇快把脸给甩肿了，还觉得自己挺可爱。陆岩沉声道：“家父乃是应龙仙尊，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，拉上去砍了！”我大手一挥，天兵天将上前，将白云二人押上斩妖台。二人的脸上并无惧色，他们不相信我真的会杀他们。思凡下界的人太多，总不能都杀了。况且他们一个是瑶池圣女的干女儿，一个是应龙仙尊的私生子，自认为身份不凡。他们却不知，我吃过仙偶具的苦，这玩意儿我是一定要灭掉的。消灭仙偶，重立仙侠，让智商重新占领高地。人的一生中可以有情情爱爱，但不能全是这些东西。爱情是点缀，那些号称下凡历劫的神仙，说白了就是下界找女人或者找男人。神仙的寿命那么长，用不了多少年，天上地下到处都是仙二代。他们刚出生，就把那些苦修几百年的修士甩在身后，凡人会逐渐失去生存空间。斩！我冷冷地吐出一个字，霎时间风云变色。斩妖台发出轰鸣声，大道法则疯狂舞动，上面镌刻的天条全都发出耀眼的金色光芒，让人望而生畏。这铡刀更是不凡，有修为不够的神仙，只是瞥了一眼刀锋，瞬间双目流出血泪。白云立刻尝试与外界沟通，可他惊讶地发现，斩妖台隔绝一切法力，他现在跟凡人没什么两样。白云面露不甘，朝着我嘶吼：“天地、神仙和妖魔结合的也不在少数，你能把他们都杀了吗？”陆岩附和道：“没错，有本事就把他们都杀了，不然就把我们放了。”我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二人，淡淡地道：“放心，他们很快会下去陪你们的。”哦，说错了，你们会直接魂飞魄散，没机会下去了。话音刚落，铡刀已经落下，当，巨大的铡刀砸下来，发出碰撞声，二人尸首分离，人头滚落到大殿上。什么最后一秒喊刀下留人，不存在的。白云的尸体逐渐消散，化为云彩的模样。我的目光在众仙身上一一扫过，再有此类事情发生，一律杀无赦。朕就不信刹不住这股思凡之风。人生总是要经历几个阶段：质疑王母，理解王母，成为王母。半日后，陛下已经查过了，诸天万界一共少了100位上神，200位神君，300位帝君，400位仙尊。听着天官汇报，我的脸色越发难看。这么多神仙都下去找女人了？天官小声道：“也有找男人的。一堆上神、神君、帝君、天君、仙君、仙尊，他们的眼里只有谈恋爱。想起仙偶剧成为现实，我就越想越气。为了谈恋爱
可以牺牲芸芸众生。摊上这么一堆神仙，万界生灵也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别说履行神仙的职责，就是看守仙界的人都不够。好在其他地方也好不到哪里去。魔界的魔尊、魔君、魔帝也都在下界谈恋爱，一个个活了几万年的老怪物，可能1万年都没有笑过，一看到某个傻女人就爱上了，这就相当离谱。就在这时，门口的天官喊了一声：“瑶池圣女驾到！”瑶池圣女的身份特殊，未经通报便走了进来。我端坐在高位上，仔细打量了一番对方，长得确实漂亮，就是妆太浓，磨皮太严重，五官都快被磨平了，属于转头就忘的那种。这颜值都能让原主倒追，我是无法理解的。我怀疑她是带资进组。圣女有事？我的声音很平淡。瑶池圣女蹙了蹙眉，以往她来这边，天帝都会起身相迎，嘘寒问暖，好不热情。这次却一反常态的冷淡。思索片刻，他心中便有了答案。陛下又有新手段了，想用这种方法引起我的注意。我听得满头雾水，明明什么都没做。见我不承认，瑶池圣女眼底闪过一丝厌恶，旋即用命令般的口吻说道：“快把陆岩和白云放了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不就是想利用这件事让我过来找你吗？好了，人你也见到了，赶紧放了他们。我最后再说一次，我永远都不会爱上你。”瑶池圣女可能真的很讨厌原主，对着我就是一顿数落。只是她的消息属实太慢了一些，我不想继续听下去，赶紧对手下喊了一声：“来人，把陆岩还给他。”瑶池圣女的嘴角勾起一抹弧度，又问：“那白云呢？你还想留着他要挟我？”我抬头看向外面的天空，喃喃道：“他就不好找喽，也不知道飘哪儿去了。”瑶池圣女满脸问号。天官拿着一个匣子走过来，瑶池圣女不屑道：“礼物什么的就免了，不管你送什么，我都不会收的。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”我一阵无语，不知道对方哪来的自信。你先看看再说。瑶池圣女这才将信将疑地打开匣子，一颗染血的头颅赫然出现在眼前。啊！瑶池圣女惊叫一声，吓得连连后退。仙偶剧里的角色娇生惯养的，没见过死人也正常。我随手拿起一份奏折，自顾自看了起来。陆岩还给你了，白云已经被打回原形，你自己去外面找找。瑶池圣女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你怎么能如此恶毒？说完，她又像是想到了什么。我明白了，你想报复我是不是？就因为我不搭理你，所以你就用这种方式报复我？有毛病！我懒得跟他说话。奏折不比圣女有趣，就算是女人热舞的小视频，还不如奥德彪送香蕉和修驴蹄吸引人。瑶池圣女也没办法，只好捧着匣子先行离开。走到门口，瑶池圣女停下脚步，没有回头，说道：“别怪我没提醒你，陆岩可是应龙仙尊的儿子，你杀了他，应龙仙尊不会善罢甘休的。”我耸了耸肩，满不在乎。那就让他来找我好了。说完，我略带玩味地问道：“那你呢？你会善罢甘休吗？”瑶池圣女回过头，意味深长道：“你说呢？”我没有再说话。倘若有人造反，我希望他们越多越好，如此才能一网打尽。瑶池圣女离开后，我就出去巡视诸天。天界的风景不错，就是人为痕迹重了一些。真的东西像特效，特效做的跟假的一样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怒吼声响起：“你这个混蛋，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”来者一袭白衣，面容俊俏，只是略显瘦削。他的发型与众不同，额前垂下2根如蟑螂须般的发丝，让我忍不住想要将其剪掉。他就是瑶池圣女的心上人傅明。傅明冲到我面前，大声质问道：“你对他做了什么？为什么他一回寝宫就哭？”我不由眯起双眼，心中升起一股杀意。傅明只是天界的一个战将，仗着瑶池圣女的喜欢，却敢屡屡挑衅天地。原主不想让瑶池圣女心生厌恶，这才对傅明百般忍让。我冲他挑了挑眉，露出一个男人都懂的表情。你猜？这话直接点燃了傅明的怒火，拔出佩剑就要拼命。
对天地拔剑相向，他也不是第一次了。然而这一次，我可不会惯着他。我全身泛起道道金光，脚下法则缭绕，每一个动作都蕴含着天地真理。在我的身后，有一尊宏伟的万丈法相显现。傅明被吓得连连后退。我的法相伸出2个手指，像捏苍蝇一般将傅明捏在手里。下辈子，无论是做人还是做神仙，都要长点脑子。什么意思？傅明没反应过来。旁边的小兵看不下去了，还没听明白吗？你活不到那个时候了，你敢杀我不成？傅明像是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我无奈摇了摇头，这就是一个男版傻白甜，也不知道瑶池圣女喜欢他什么。没有实力却敢对天地拔剑，真不知道该说你是无知还是勇敢。光凭这一条，朕就能治你死罪。法相的力量还在增强，痛得傅明嗷嗷叫。你就不怕圣女生气吗？闻言，我立刻收了法相，觉得还是按照老规矩比较好。傅明落在地上，样子十分狼狈，他的脸上却浮现出一丝得意的笑容，仿佛本该如此。这个表情跟陆言如出一辙，让我十分厌恶。早这样不就好了？非要我把圣女搬出来，何必呢？傅明整了整额前的发须，我径直走到侍卫旁边，拔出他手里的佩剑，然后朝着傅明缓缓走过去。傅明顿时心里一紧，下意识往后退去。你想吓我是不是？有本事动我一下试试。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旋即抬起另一只手，啪！一巴掌狠狠甩过去。傅明整个人被打倒在地上，半张脸肿得跟猪头一样。我把剑架到傅明的脖子上，居高临下道：我动了，你能怎么样？无论在哪个世界，都是强者为尊，实力才是决定一切的基础，恋爱脑除外。傅明察觉到一股明显的杀意，声音都在颤抖。你现在放了我，我还可以跟圣女求个情，让她不要找你麻烦。聒噪！我没有任何犹豫，一剑将他抹了脖子。我把剑还给侍卫，道：把他的头也给瑶池圣女送过去，最近那边很不安分，顺便敲打敲打。瑶池圣女这边，她一回来就哭了很久，现在刚振作起来，寻找到了白云的本体，将一缕云气和陆岩的头颅合葬在一处。他神色悲戚，口中喃喃自语：没想到你们2个虐了8生8世，最终还是无法在一起。不过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替你们报仇。或许他们就喜欢这种虐身又虐心的感觉。小小一个误会，都要等到第2世才能解开，虐来虐去，都虐到第8世了。结果这一世直接魂飞魄散。瑶池圣女何在？一名神将大步走进来。瑶池圣女赶紧整理仪容，魏延道：陛下让你来道歉，你回去告诉他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。那神将眨了眨眼睛，一把将手里的盒子丢下。神经病！神将就这么走了，搞得瑶池圣女有些手足无措。本来想骂个痛快，这下却无处发泄了。望着眼前的盒子，瑶池圣女的心里突然升起一股不安的感觉。这盒子怎么看怎么眼熟。她小心翼翼地打开，里面竟又是一颗头颅。傅明！瑶池圣女悲呼一声，差点晕厥过去。傅明死不瞑目，就连额前的2根蟑螂须都被割掉了。是你逼我的！瑶池圣女死死握着双拳，眼中尽是怨毒之色。她要去找应龙仙尊，以他们2个的号召力，召集诸天万界的恋爱脑一起讨伐天地。此时，我巡视到了一处道场，一名神将说道：陛下，这里是应龙仙尊的道场。3000大世界，诸天小世界，每一个都有各自的主人，应龙仙尊便是一处小世界的主人。我也没想到，竟然阴差阳错走到了这儿。神仙都忙着谈恋爱，陆岩死了的消息估计还没传回来。刚一落地，一声惨叫响起。我真的没有偷东西，别再扎了。还说你没偷，继续扎。听到这个声音，我恍惚间想起了一位故人，同时脑海里蹦出2个字：宫斗。这是仙偶剧里的毒瘤，换皮宫斗，必须除掉。走到门口，我就听到几个女人骄横跋扈的声音。实话告诉你也无妨，你偷没偷东西一点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
你惹了不该惹的人，动了不该动的心思。你既然对仙尊大人有非分之想，今日就要好好教训你一番。这都是天妃娘娘的意思，你也别怪我们。”我的脚步顿了顿，心念一动，瞬间知晓了一切。他们说的是真的，这个女人真的对应龙仙尊有意思。应龙仙尊就喜欢这种暧昧的感觉，故而一直没有挑明心意。这个小世界很奇怪，天界不像天界，反而更像凡间的皇宫。这里等级森严，男人不知道在干嘛，平日只看得到女人，而女人只会争风吃醋，各种小心机，各种小手段，搞得整个小世界乌烟瘴气的。本来收徒也没什么，可是二人非要搞得卿卿我我，练剑要手握在一起，含情脉脉注视着对方，就连吃饭也要师傅喂两口。犯了天规，装傻卖萌求放过。应龙仙尊就好像救世主一样，每次都会在关键时刻出现救场。秉公执法者往往被吓得跪地求饶。最重要的是，天妃被冷落了，故而早就怀恨在心，想要找机会惩治一下对方。住手！一声大喝，应龙仙尊出现了。师傅！地上那女子哭哭啼啼起来。这一男一女似乎都很喜欢这样的戏码。你们竟然拿针扎他！应龙仙尊大怒，就要处置几人。几个仙女被吓得连连磕头。就在他们以为必死无疑的时候，我直接现出身形，朗声道：“是啊，怎么能用针扎呢？”应龙仙尊的实力远远不如我，故而无法感知我的存在。见我突然出现在这里，赶紧拱手作揖，见过天帝。我拿过宫女手里的绣花针，道：“没听仙尊说吗？用针扎怎么够？你们不会用刀砍吗？”所有人都愣了一下。应龙仙尊道：“陛下，这个玩笑可不好笑。”“谁跟你开玩笑？”我对一旁的神将使了个眼色。那神将也是个实干派，拔出长刀，二话不说对着地上的女人就砍。这一切都太快了，应龙甚至都没反应过来。那女子的脑袋落地，滚到了他的脚边。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应龙大怒，他感觉自己能来一次师徒恋，结果就这样被终结了。据我所知，他犯下的罪，随便拿出来一条都能死上100次了。仙尊该不会想包庇徒弟吧？我特地把徒弟2个字念得特别重。应龙仙尊突然冷静下来，咬着牙道：“当然不会，我身为一界之主，堂堂仙尊自然会秉公处理。”“那就好，你好自为之。”我转身就走。应龙仙尊的脸色逐渐阴沉下来。“仙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一名身穿白衣的中年女人飞了过来。她就是这里的天妃。当她看到地上人头的时候，先是震惊，紧接着就是狂喜。“仙尊，你终于想通了，杀了这个狐妹子。”应龙仙尊本就到了暴怒的边缘，对着天妃的脑袋就是一掌。砰！一声闷响，天妃的天灵盖被震得粉碎，就连魂魄都被打散了。几个仙女意识到大事不妙，还想跑，然而应龙仙尊又怎么可能放过他们？几人惨叫一声，全都化为了飞灰。“都给我死！”应龙仙尊还要再杀。四周突然传来一阵空间波动，一道绝美的身影缓缓降落下来。来者正是瑶池圣女。应龙仙尊不得不先收敛杀意。圣女前来，所谓何事？瑶池圣女当即把白云和陆岩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应龙仙尊顿时仰天怒吼：“昏君，我迟早取而代之！”听到这话，瑶池圣女勾了勾唇，我也正有此意。一个不懂爱的天帝，留着也没什么用了。应龙仙尊点了点头，二人一拍即合。从这一日起，应龙仙尊消失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天界风气好转了很多，可我知道，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为了把剩下的恋爱脑引出来，我也是煞费苦心。天界的防御力量被我撤了一大半，南天门都没人把守，那些反抗势力很快就坐不住了。这一日，瑶池举办宴会，我自然也在受邀之列。还没来得及坐下，瑶池圣女就迫不及待站出来：“陛下，你该退位让贤了。”她的语气很平静，仿佛天地的位置已经是囊中之物。
我扫了一眼在场之人，整个瑶池圣地几乎都是反抗势力的人。齐了！我面色平静道：“你凭什么让我退位？”瑶池圣女冷哼一声：“你当天地倒行逆施，万界生灵早有怨言，难道不该退位吗？”哈哈！我忍不住大笑。你们爱得死去活来，动不动就要天下苍生为你们陪葬的时候，想过那些生灵的感受吗？这时候拿他们当挡箭牌，不觉得很无耻吗？瑶池圣女清了清嗓子，像是施舍一般继续说道：“只要你主动退位让贤，我允许你在瑶池圣地养老，如何？”圣女不可啊！这有损圣女清誉，她不配与圣女朝夕相处。所有人都觉得我占了大便宜，若是以前的我，说不定真就答应了。可惜现在，我真想骂一句普信女。我似笑非笑道：“光退位就行了，不会事后反悔，再把我杀了吧？”当然没那么简单，你还要下一份罪己诏，细数过往的种种罪孽。瑶池圣女掏出一张字条，按照上面的念给万界生灵听。我好奇接过来看了一下，上面密密麻麻写着的都是我最近这段时间的功绩。一位女修士路过一位仙君的地界，仙君当场开始调戏，最后还抱着她亲吻，把人家女修士吓得哇哇大哭。仙君却一脸自信地说：“你在跟我玩欲擒故纵吗？这不变态吗？”土地将此事上报天庭，我直接把对方抓过来砍了。看了半天，我始终觉得这不是罪己诏，分明是功绩证明。瑶池圣女道：“你滥杀无辜，落到今日这个下场，也是罪有应得。”我将这份东西收好，又问：“下完罪己诏，不会还有别的要求吧？”这时，一名黑衣男子站了出来，正是消失已久的应龙仙尊。一袭黑衣，再加上浓重的眼影，一看就知道这个人黑化了。应龙仙尊沉声道：“跪下，臣服于我，否则死！”我嗤笑一声：“你们真以为你们真的能进入天界？我告诉你们，是我让你们进来，你们才有机会出现在这里。”这话显然没人相信。瑶池圣女也是如此。那你让他们进来，意欲何为？难道早就想退位让贤了吗？哈哈！所有人哄堂大笑。我看似随意的说道：“自然是把你们都杀了。”瑶池圣女道：“你真以为天地就可以为所欲为？在场哪个不是上神？哪个不是仙尊？你们对实力一无所知。”我抬手就是一掌轰出，这一掌很轻，只用了1/1000的力量。瑶池圣女面色凝重，主动挡下这一击。然而还不够，天地的力量极为霸道，摧枯拉朽般毁灭一切。瑶池圣女只能燃烧本命精血，并毁掉3件仙器，才勉强挡下来。此时她披头散发，再没了刚才的傲气。我耸了耸肩，不好意思，天地就是可以为所欲为。恋爱脑们互相看了看，此时也顾不上以多打少，所有人一拥而上，顿时满世界都是光污染，各种技能特效满天飞。或许在他们的世界里，这就算足够强大了，可在我眼里，这种特效最多值5毛钱，除了会发光，还能有什么用？那些打斗动作，随便一个武校学生都能把他们秒了。打了半天，连一块地砖都没破，一块瓦片都没掀飞，周围的树木连枝条都没有摆动起来，太差了。我开始动用真正的力量，一把地剑在手，杀得人头滚滚。瑶池圣女越打越吃惊，这才意识到以前看清了我。地剑璀璨，仿佛能开天，能辟地，威能无与伦比。万物因它而生，因它而灭。我的法力盖世，战力绝顶，所有人加起来也不是我的对手。没过多久，站着的人就不多了，剩下的也都已经身受重伤。我为天地，当镇压世间一切敌。我的声音响彻整个天界，无敌的形象已经深深烙印在所有人的心里。瑶池圣女喘着粗气道：“你别太得意，我们的大军马上就要杀进来了。”应龙仙尊断了一条胳膊，满身是血，表情狰狞道：“从今日起，这天界就是我的了。”我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收起地剑，跳梁小丑罢了。
我就没见过哪部修仙的剧能靠小兵成大事的，都是炮灰。一名神将大步跑了进来，报！神将拱手道：“陛下，叛贼已全部被镇杀，南天门守住了。”闻言，瑶池圣女等人面如死灰，苦心经营这么久，最后连南天门都没打进去。我俯视着几人，傲然道：“跪下，臣服于我，否则死！”应龙仙尊的表情比吃了苍蝇还难看。同样的话刚说过一次，结果这么快就被打脸。瑶池圣女高傲了一辈子，此时更加难以下跪。几人相视一眼，就有了决定：我和你拼了！所有人朝我疯狂扑过来，我略微抬手，在身前形成1尺屏障。不管他们如何努力，始终无法突破这1尺的距离，就差那么1尺，却像是隔着一整个世界。一群恋爱脑，害得老子连个电视剧都没得看。给爷死！砰！一掌拍出，整片虚空崩碎。瑶池圣女等人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，就被时空乱流搅碎成了粉末。大战落下帷幕，恋爱脑都被杀绝了。现场只剩下几名老者，他们的实力不俗，只是现在油尽灯枯，看上去就像枯败的古树一般。天帝陛下，我们也是受了蒙蔽，不要杀我们！陛下饶命啊！老者们纷纷磕头求饶。我笑着道：“别傻了，我的剑不斩老幼。”听到这话，老者们全都松了口气。下一秒，剑光闪过，几颗人头滚滚落地。我擦了擦长剑上的鲜血，喃喃道：“幸好我还有一把专斩老幼的剑。”番外，我猛地从桌子上惊醒过来，没有砸坏电视，也没有穿越，一切都只是个梦罢了。上班时间到了，旁边的同事提醒了我一句，我这才想起来刚才在办公室午睡。同事问：“你怎么表情这么凝重？”我笑着摇摇头，我刚做了个梦，梦见世上没有仙侠剧了。同事大笑不止，哈哈，怎么可能？快起来审片了。好嘞，我突然开始期待今后的剧。有了梦中的恐怖经历，我对剧的要求不高，五官总能看清吧？衣服换几套颜色，天界总不能跟扮白似的一样吧？打斗不求像以前一样干净利落，至少别放慢镜头，这也不难吧？标准都这么低了，总不能还没有好剧吧？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故事，喜欢就订阅吧。